直十武装直升机的航程全球最远，这怎么做到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在珠海航展公开展示的数据，直十武装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6吨，最大巡航时速为259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呢为855公里，续航时间3.5小时。而欧洲的虎式武装直升机曾经是全球航程最远的武装直升机，它的最大航程为800公里。虎式和直十都属于中型武装直升机，但是两者一对比，直十武装直升机的内油航程比欧洲的虎式还要多55公里，说明它的载油系数要比虎式直升机更大。而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型武装直升机，比如说阿帕奇，它的航程只有500公里左右，而俄罗斯的米28武装直升机，它的航程更短。如果只使用机内油的话，它的航程只有450公里。卡50和卡52稍微大一些，也不过就是接近500公里。因此，一般的观众和网民都有这么一个概念：直升机的航程比较短，大概就在500公里左右。而我们国家研发的中型武装直升机直十，它的航程却超过800公里。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航程增大以后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从上面的比较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直十武装直升机的航程目前位居世界第一。那么中型武装直升机和重型武装直升机载油量肯定是差的比较大的。重型武装直升机的个头比较大，机内油箱比较大，虽然它载油更多，但是耗油也更大，因此呢，不见得在航程方面有优势。当然，中型武装直升机要想把航程做得比较大，超过重型武装机，其实是很难的。只有精心的设计机体内部的空间，让它提升载油系数。那么什么是载油系数呢？就载油量和空机重量之比。从理论上讲，载油系数越高，越有助于提升航程。当然，发动机的耗油率对航程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直十武装直升机在机体设计方面呢，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最终呢，让它的载油系数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实现了世界第一的航程。当然，这个世界第一指的是武装直升机，那么这个航程大小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不仅武装直升机如此，战斗机也如此。举一个例子，朝鲜战争期间，我们志愿军空军装备的是米格15和米格15比4，而美国空军及其盟军配备的大多是 F-84、F-84、F-86。那么这几款战机呢，可以说各有特点。比如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米格15战斗机的机动性超过 F-80和 F-84，因此在空战中往往能够占优。后来呢，美军派出了最先进的 F-86参加朝鲜战争，但是就航程和载重能力而言， F-86是要大大超过米格15和米格15比4的，因此大部分的空战都是在鸭绿江边朝鲜一侧开始的。而我们的飞机由于腿比较短作战半径比较小，很难飞到南朝鲜的上空和美军飞机进行空战。这个呢，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航程的大小对综合作战能力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那么武装直升机也是如此。那么直十为什么要把它的航程搞得比较大呢？我想这可能和我们未来武统台湾的考虑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呀，相对的宽度呢是比较大的，最窄的地方可能是180公里，宽的地方有200-300公里。由此可见，直十武装直升机在设计之初就特别的强调航程，这一点有点像中国的歼20隐身战斗机。因为歼20隐身战斗机也是目前世界上隐身战斗机家族中航程和作战半径最大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吃过亏，特别是战斗机的腿比较短，对远海目标我们基本上是无能为力。正是因为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因此
我们搞的新机往往都特别强调航程和作战半径，包括现在正在开发的 FC-31中型隐身战斗机，和它对应的是美国的 F-35C、F-35B 和 F-35A。那么和这3款美国的主力隐身战机相比，从珠海航展上我们所获得的相关信息看， FC-31在作战半径上也要压他们一头，从而呢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空战场上，因为我们留空时间长、作战半径大而取得一定的优势。我想这也是实时武装直升机在开发之初全力保障的性能指标之一。这款先进的国产武装直升机将会在今后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安全，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